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3年，乌克兰已经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那么，作为战争的另一方，俄罗斯损失了什么呢？在俄乌战争开始前，乌克兰曾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度。多年前，苏联解体，东欧局势骤变，乌克兰获得了成为主权国家的历史机遇。然而，乌克兰与邻居俄罗斯的关系却一再陷入冰点，无法调和。因此，乌克兰想要另谋出路，转向西欧。而转向西欧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便是与美国为伍。正因如此，乌克兰才会与北约产生关联。身为小国，乌克兰始终希望摆脱俄罗斯的阴影，拥有更多话语权。在乌克兰看来，寻找到一股足以与俄罗斯抗衡的力量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渴望亲近大国的心愿，促使乌克兰接过了北约的橄榄枝，期盼成为北约的一员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却惹怒了俄罗斯，为乌克兰带来了一场避无可避的战争。毕竟，乌克兰加入北约意味着美国把大炮堵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，无怪乎俄罗斯无法容忍。现如今，这场战争已经耗时3年，而乌克兰失去的东西可谓是数不胜数。整个国家丢掉了原本的平静，陷入了无休止的战火，经济倒退，政治混乱，未来灰暗不明。更要命的是，乌克兰内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。未来就算战争结束，乌克兰也很有可能处于长期动荡之中。另一边，乌克兰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尤为尴尬。乌克兰本以为凭借着这场战争能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自己人，可实际上乌克兰低估了美国的无耻程度。美国只负责挑事儿，根本不负责善后，也从未承诺过乌克兰任何地位。至于欧洲，在这件事上本就是一盘散沙。西欧国家内部意见不统一，对乌克兰的帮助也大多停留在表面。平时说几句漂亮话，等谈到现实问题就纷纷当起了缩头乌龟，令乌克兰尴尬不已，陷入了看似都是盟友，实则孤立无援的窘境。连乌克兰自己都不知道这场闹剧究竟该如何收尾。战争结束后，又有多少烂摊子在等待着乌克兰？有人认为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得与失严格遵循这此消彼长的规律，乌克兰挫败不堪，得势的必定是俄罗斯。那么，事实当真如此吗？诡异的是，乌克兰的失败并未给俄罗斯带来成功，相反，在这场战争里，俄罗斯也失去了许多，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经济。据统计，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让俄罗斯损失了数万亿美元，经济的窘境主要暴露在投资领域。普京的强势做派不仅令乌克兰措手不及，也让全球的金融投资者大惊失色。战争开始前，俄罗斯经济稳中向好，金砖国家的称号更是为俄罗斯拉来了不少投资。可是战争爆发后，这些都化为乌有。一方面，从客观上来说，战争不利于商业活动，只要开战，国家便会处于动荡与不安中，是不折不扣的特殊时期。战争状态下，政治与军事高于一切，经济活动势必要为战争让路。另外，战争还在无形中加大了商业成本，切断了产品供应链，还让运输的安全性大幅下降。而商业的本质是趋利避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投资者自然更倾向于将钱财放到更安全、更具潜力的市场中。另一方面，从主观上来说，俄罗斯的战火也引起了西方投资者的强烈抵触。战争的号角吹响后，普京便成为本世纪最具争议的领袖之一。有人认为他英明果敢，有人却对他大加抨击。这种两极化的评价也折射着投资者最真实的心情。此前，无论是俄罗斯石油巨头的破产，还是天然气公司的官司，都令西方投资者看到了普京的强势。早在当年，普京的行为便引发了他们的反感，更不必说现在。而这种经济上的困境已经在数据上暴露无遗。比如，俄罗斯股市的平均盈利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仅为 5.2 倍。另外，俄罗斯的市场总价值也缩水到了7350亿美元。按理来说，这一数字应当不低于 1.77 万亿美元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市场持续低迷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所下跌，不少产业受到影响，已经出现了停摆的趋势。数据表明，截至目前，每位俄罗斯公民大约已经为战争付出了7000美元。更要命的是，战争结束遥遥无期。只要战火不休，那么俄罗斯的经济损耗便仍将持续。然而，这并非俄罗斯付出的唯一代价。除了经济上的损失外，俄罗斯在全球的政治声誉也有所下降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浩浩荡荡的制裁。要知道，制裁不仅是一种经济手段，更是斩断政治声望的最有效途径。为了替乌克兰造势，西方世界在战争打响的第一秒便联手围困俄罗斯，想要令其成为一座孤岛。比如，在联合国，俄罗斯受到了诸多谴责，各大机构切断了与俄罗斯的合作，甚至封闭了俄罗斯的外部融资渠道。遭受打压的俄罗斯更是陷入了道德的舆论漩涡，一时之间难以脱身。在这场战争里，大国与小国对抗，乌克兰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更多同情。尽管这种空泛的同情对乌克兰并没有太多实质帮助，
但身为被谴责的一方，俄罗斯的处境更加尴尬。身为苏联的继承者，俄罗斯心中依旧怀揣着大国之梦。然而，没有哪个大国可以自绝于世，被排除在世界主流之外。一场俄乌战争令俄罗斯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形象濒临破碎。纵然战争结束，这种消极影响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消散。经济的下滑、政治的动荡，构成了俄罗斯头顶高悬的两柄利剑。但是，战争进行到这一步，俄罗斯也好，乌克兰也罢，都无法轻易收手。说白了，这已经演变为一场关乎尊严的战争。俄乌两国都心知肚明，失败的后果更为惨烈，后退并不比前进更容易。可是，战争每多打一天，俄罗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便向上叠加一层，俄罗斯的复兴似乎又被推迟了一步。实际上，除了俄乌两国外，美国与欧洲在战争中也失去了许多。表面上，美国将成为俄乌战争的最大赢家。美国不仅趁着战争发财，抓住机会增加军费，还通过塑造共同的敌人，加强了与盟友之间的关系，顺势打压了老对手俄罗斯。可是，战争不可能完全处于美国的掌控中，总有超出计划的意外。美国将所有国家都当成自己霸权主义的棋子，最终必定遭受反噬。比如，俄乌战争导致欧洲能源危机爆发，美国装模作样帮助欧洲，背地里却趁机抬价，被欧洲抓个正着，国际形象大幅受损。另外，有关乌克兰人权的争论也依旧在持续，而怂恿乌克兰开战的美国必定无法逃脱舆论的漩涡。至于欧洲，则在这场战争里走向了迷茫。欧洲既是美国最老牌的坚定盟友，又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实，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希望能够与俄罗斯和平共处。但是，只要美国表态，欧洲就必须陪跑。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中断，也给欧洲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。欧洲该如何力挽狂澜，修补损失，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。而这种身不由己、无法彻底掌控全局的失落感，或许会激发欧洲加速自主战略的雄心。而欧洲的崛起最终会作用在美国身上，动摇美国的战略布局。可见，战争一旦开始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没有真正的赢家。人类只会在无尽的战火里走向共同沉沦与相互伤害。这场战争究竟会如何画上句号？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